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对岸现在的一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在上合会昨天在天津登场了，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画面上您看到的是习近平跟莫迪两个人握了手啊，就是8月31号，习近平在天津迎宾馆会见出席2025上合会的领袖啊，那其中印度的莫迪是重中之重。我们看到呢，中国包括习近平讲的这些话哦，有人认为这个意味深长，哪3句话呢？包括龙象共舞哦，这个体现对印度的尊重哦。过去这2个国家哦，有一些斗争，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边境还有一些冲突，可是现在要龙象共舞了吗？哦，他也特别讲这种尊重从美国人身上，印度是不可能获得的。另外，习近平表明中印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共识远大于分歧，用这种眼光长远的看待中印的关系。另外，我刚刚讲的边境和平哦。不让边界问题定义中印关系，因为外界可能会觉得说，你这个两边的军人打得头破血流。他说，未来我们不要让别人这样认为。那印度的一名女主播她说了一些话，我们来听听看。So the US is pivoting away from India, but guess who's supporting us? China. A lot of scope for cooperation. There has been cooperation, and I'm sure that is what the two sides will push for. There's a lot going for India and China if both sides work in that direction. This SCO summit signals a shift in balance. Amid these turbulent geopolitical times, it is a showcase of the global south leading the way, leaving the West to play catch-up. 好，这位女主播过去其实是以反中闻名哦，那现在她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所以你看到底下很多人留言就说，这位小姐帕尔基，你终于认知到中国比印度先进50年，帕尔基终于走出城堡，看到世界真实的样貌。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上合会这一次在天津举行，那当然来了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他释出明确力挺的信号，力挺2个国家。亚塞拜然还有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来这个跟他们会晤的时候呢，说让你们希望你们支持也让你们加入上合组织。那美国跟印度现在看起来渐行渐远了。川普这个惹怒莫迪的内幕这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所以现在要取消出席QUAD峰会。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因为这个印巴的冲突，还有川普的关税，所以呢这个川普决定取消年底前往印度的这个4方安全对话 QUAD 的计划。那即将到来的93对岸的阅兵，我们看到即将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面的中国、俄罗斯跟朝鲜，也就是北韩他们的这个几个领导人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画面那首先已经抵达了北京的是普京你看到这个画面是普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北京。那用中国大陆的媒体的报道的说法是在欢迎会正式开始之前，普京笑容不断他们说这是肉眼可见的松弛这是中国大陆北京的一些媒体的报道，肉眼可见的松弛，意思是普京在这边觉得很自在，因为这已经是他第20次的访华所以他表现得一派轻松。那另外呢，普京到中国大陆立刻向习近平说明双普会。日前不是跟美国就是美俄之间有一个会面吗他就说要消除北京对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忧虑，是不是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变好啦跟中国的关系会有变化吗？他跟他说明了。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93阅兵即将登场，金正恩、普京未来在这个场合上面，他们会坐在习近平的左边跟右边这跟10年前大家看看这个阅兵的排场不太一样习近平在2015年的阅兵的时候，他是站在中间，那他的左手边画面上没有看到的是一排中国大陆的高官，他的右手边是一排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普京包括朴槿惠，那个时候是南韩的领导人。那这一次呢这一次就不一样了，普京的左右这个习近平的左右将是普京以及金正恩。那金正恩预计在明天抵达北京。我们看到这个是辽宁省丹东市的一家酒店，据说现在已经停止订房了，所以外界议论纷纷，有可能这个金正恩会来这边这个暂歇一晚吗？那火车票也停售了这个是开
来往丹东跟北京的普通列车现在都停止售票了哦。我们看到过去金正恩访问俄罗斯、中国以及到越南河内哦，都是乘坐他的火车，所以这一次会不会也是这样子抵达中国大陆呢？来请教亮哥。这是上合峰会9月1号嘛，那93又阅兵嘛，这两个是连得那么紧啊。那上合峰会向来被人家视为是全球南方的一个集团嘛，那它的对照组就是 G7 啊，所以这个当然会受到高度瞩目了。如果再加上金砖，那事实上就是全球南方的全部了。那过去当然就是因为印度跟中国关系不好嘛，其实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印度啦，因为印度始终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啊，那人家也觉得莫名其妙，谁要跟你斗啊？隔了喜马拉雅山要斗什么啊？可是美国也想拉拢印度嘛，所以7年没有访问过中国，所以这个当然西方的媒体会做很大啦，说川普，尤其是民主党的媒体啦啊，都是大骂川普啦，说破坏了好不容易拉拢印度来跟中国做对抗啊，这个印太框架，那连跨的你都不去啊，那你这个不是逼印度去打中国牌吗？那事实上就是这样，事实上两国2020年之后就断航了，严重到这个程度，而且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在印度留学的学生不到10个人啊，这么少你就知道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恢复正常一下了，比如说边境贸易恢复直航，然后恢复文化的交流啦，恢复政党的交流啊，然后可能会增加贸易啦。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是毫无戒心啦，因为印度也是说变就变啊，所以还要观察一下啦。可是就是说会逐渐回到正常的道路啊，这个是有关上合峰会的部分。那我觉得93哦，是让美国更紧张啦。其实美国对上合并没有那么在意啦，他觉得印度早晚会回去的，他们比较在意的是93阅兵啊，因为不是只有中国、俄罗斯跟北韩，还有伊朗，那这4个国家不就刚好是美国最不信任的4个国家，然后一起站在天安门上面看阅兵啊，而且这次北京的阅兵的装备啊，我觉得非常明显，就是针对第1岛链跟第2岛链，非常的明显啊。比如说超高音速导弹，那就是鹰击19跟20要出来，那个就是针对美国的航母嘛，军舰，这个是反舰的部分啊。然后还有水下潜航器的部分，它会出现那个18米长的，就是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啦。那到时候用蜂群战术，就直接针对美国的战略核潜艇啊。然后可能还有电战的这个空警啊，预警机，然后这个隐形战机，那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轰6N啊，这个也有可能啊。我觉得他就是要让美国看清楚，你真的还要介入第1岛链跟第2岛链吗？那我认为美国会很注意啦，因为最近五角大厦每天都在加班，听说披萨指数冲到490啊，那每个晚上都在加班啦。我认为他们主要是在研究阅兵，就是这些武器综合使用、联合作战编组之后会产生怎样的作战形势的改变啊？那这个对台湾其实影响会非常的大。是，来，聂建中老师。好，那这个习近平提到3句话，中间有一个叫龙象共舞哈。那我们都知道龙鹰之争啊，这个大国博弈呢，就 G2 2个国家，就中美呢是大国角力呢，已经演练了一阵子了。不过这龙象共舞实际上也有一阵子了。我们这个还是要回头看这个金砖4国这件事件的这个出现，就在2003年10月1号。当这个 global No. 99就是全球的 global economics No. 99，就全球的经济
99号公布出来了，世界4个国家将会有所变化之后，当这4个国家从经济角度呢，就慢慢俨然成为了一个好像政治实体，结果在2009年就开始开了所谓的金砖4国会议，当然隔年南非也进来了。这里面当然大家都知道啊，有资源大国啊，巴西这个俄罗斯，当然也有人口大国，就是中国和印度。实际上，中国和印度这个人口大国，实际上有非常多早期就有合作的部分。当然，在2007年，我记得有2本很重要的书，一本叫《Dragon and Elephant》，还有一本书叫做《Elephant and Dragon》，一个是英国人写，一个美国人写的，它翻成龙与象，还有一个叫中国龙与印度象。那这2个呢，这个的出现呢，让全世界认为这2个大国是崛起，可能会让整个世界未来的政经情势翻牌。那当然，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惟妙惟肖的变化，就是说中国和印度都变成好像大家认为的大国。那这时候他们这2个国家呢，如果当时都觉得美国最棒，大家都到美国去留学，也都非常的喜欢美国的时候，当时都觉得还比较卑微。等到这个时候，2个国家都觉得自己都不错了，这时候开始都有自以为的底气。当然，刚刚讲到了中印之间的边境2000公里嘛，在喜马拉雅山等等有北中南这样子的一些边境的问题，但是也是因为啊，有时候大吵大小吵的，其实也没有大的战事，就是你知道这么荒凉的地方，有时候这么酷寒的地方，这么高山峻岭，那些军人啊在那边其实第一无聊，第二脾气不一定在那种恶劣环境中会好，那动不动呢，因为被对方挑衅怎样就打架就冲突了，这个也造成刚刚讲的从2020开始呢，就有所谓的停航等等的东西。不过我先来分析一下印度这个国家的人民。那我在美国当然认识很多印度的同学，因为我还蛮喜欢跟他们交谈，他们蛮有趣的。那印度人呢，我觉得啦，当然他们其实喜欢美国，是因为他们也崇拜，也觉得他们非常先进。可他们不讨厌中国人或者台湾人哦，他们其实认为台湾中国人也是他们喜欢的种族。其实他们甚至啊，我认识的一些印度人都一直常常希望透过我来认识中国台湾的女朋友，你知道吗？那时候呢，我是觉得他们其实不排中就是我们的黄种人就是这种皮肤，也就是在种姓上并不会背离。我觉得主要还是政治氛围，因为2个都是大国的关系，所以这2国到底是敌和友，我觉得这时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刚刚讲的 Quad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印太战略，没有印度，请问还怎么玩呢？对不对？那里面最重要就是印度、日本啊、澳洲还有这个美国啊，所以玩不下去了。当然，我现在就讲到了，当然在93呢这个阅兵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件大事哈。那当然上合会，当莫迪去了，当然最后讲93，我觉得这一次真的非同小可啊。我们知道，那不管是这个，我们讲现在大家有称为有一个叫邪恶轴心啊，但这个邪恶看大家怎么去定义，叫 Queens， 这里面包括中国啊，这个还有就是俄罗斯还有韩国啊，那当然还有一个。伊朗，那他可能也有会派大使去，我觉得这个呢，未来的盘局大家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谢谢，来，大东对老师，这一次在那个天津上合峰会里面，我觉得最重量级的这个贵宾啦，一个当然是普亭哈，第2个无疑就是莫迪哈，这个非常非常清楚。那主要大的背景还是因为这几个月看起来美印关系出现重大的变化，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回想一下，美国刚开始第一次提出所谓的印太概念、印太区、印太战略是川普1.0，然后这个拜登承袭，那不可言喻的这个牵制对象就是希望把印度纳进来美国的战略规划里面去牵制北京，这个方向都很清楚。但是到了今年川普2.0之后，其实美国的政策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战略性的议题是往旁边放，美国最在意的是关税、贸易这些很赤裸裸的谈判，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即便是美国的盟友都亲兄弟明算账，何况印度大概只能算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伙伴而已。那这一次为什么川普跟莫迪看起来是有状况呢？如果根据刚才这个字卡上面外媒的这个披露，大概有2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还是跟印巴冲突相关因为印巴冲突，川普讲过好几次，他认为有媒体统计也很坏川普公开讲过大概有40次。他认为印巴冲突的调停者是美国，就是他是首要之功。可是对于印度、对于莫迪来说，第一个是印巴争端是非常高度敏感的这个议题，第二是他心里面毫不认为是川普有任何的功劳，他认为是印巴的直接的沟通所导致的。所以媒体披露说，在6月17号有2个人，大概川普跟莫迪有将近快40分钟的谈话里面不欢而散，因为川普又在提这个事情，可是莫迪是当场在电话里面说总统但不是你，而且川普还暗示说，你看巴基斯坦提名我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其实暗示莫迪你也应该要这样做，可是莫迪完全不吃这一套。第二个
美国跟印度之间的贸易谈判，印度是守得很紧，主要还是在于农产品、基因作物。这一点其实莫迪本人讲过好几次，他说这个是牵涉到我们的重大利益，我不会做丝毫退让。所以不管是实质的议题，或是这种比较外交议题，其实都不行。所以一开始大家会听很奇怪哈，为什么川普是直攻这个印度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买很多俄罗斯的油？这一点的确美国在意，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议题，因为莫迪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是按照这样看的话，华府你有双标哦，像俄罗斯买的不是只有我，的确我多买了很多，但很多国家都买，可是你并没有用这么严厉的手段去对莫迪，所以这一次可以看到，这再次展现印度的这个外交的灵活，号称独立自主，它弹性很大，它不单边在压美国，转过头去再拥抱中国大陆，那印度跟俄罗斯本来就不错，所以这对川普而言，应该心中都不是太好的滋味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印尼连日来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而且演变成暴力的暴动。好，我们来看看呢，整个印尼的地图在这里，从首都雅加达开始，您可以看到呢，已经有非常多人走上街头。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学生跟群众高喊口号，在警察局跟议会的外墙喷上凶手的字样爆发像这样大规模的抗争。一开始是抗议国会议员的住房补贴，不过接下来呢，就是有一名外送员，21岁非常年轻的男生被这个警方的这个车辆给这个碾毙所以你可以看到风起云涌，从雅加达一直到南丹格朗泗水还有锡江这些地方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而有一些高官的住所，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那一些领高薪的这些高官还有国会议员，所以这些高官的住所也被攻进去了你看到房子被烧毁，那他的官邸里头值钱的物品也被抢走，清政府的国会议员在雅加达的豪宅也被超过100人闯进去放火破坏掠劫那你也可以看到东爪哇省副省长办公室一样被烧毁，这些高官因为贫富差距的关系，他们对于这些高官长久鱼肉他们已经非常的不满，还有市议会的大楼也被纵火焚烧那现在的总统普拉博沃当然他很头痛，原本93他要到中国大陆的北京去参加阅兵典礼，现在他也取消了，他要坐镇在国内来这个处理事情。我们看到他的暴动事件的来龙去脉，我刚刚说了，国会议员在当地的收入很高，超过6000美元，另外还给他们非常丰沃的住房津贴3000美元，加起来就快1万块了。可是当地的民众一个月才拿190美元的薪水你知道我们台湾有很多印尼来的一些移工嘛，所以差距太大了。还有另外呢，政府它会削减25%地区的民生预算，可是这些议员的福利它保留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这个触发点是震爆车碾毙外送员，这名外送员他甚至没有参与抗议甚至他没有参与示威，他是去外送的，结果引发了熊熊的怒火，就风起云涌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那当地的这些年轻人也用抖音嘛，那抖音他们就把刚刚那些画面不断的传播出去。那 TikTok 说是暂停该国的直播功能，不让这件事情火上加油。那印尼总统也宣布说要取消议员的福利，因为抗议事件实在已经有点压不住了，所以直接把这个议员的3000美元的住房补贴给拿掉。可是示威的怒火没有平息。您看到这一位总统他叫做普拉博沃，过去他其实有一段黑历史。我们把时间倒到1998年，当地在印尼出现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而且还有一些惨绝人寰的一些屠杀华人被屠杀。当时呢，这一位总统现任的总统，他是陆军预备司令部的的司令那他在公开的演讲中煽动仇华情绪，更跟军方一起无视于暴民的暴行，所以当时大家看到这个海贼草帽海贼旗就是被挂上来，然后在车上来各地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可是现在你在印尼挂像这样的海贼旗，可能会被视为叛国贼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印尼还有泰国，现在股市都大波动。印尼是因为政治的示威抗议事件，
那泰国也一样哦，现在政治上面有一些风波，所以两国这个政治起伏不断，单日跌幅，他们的股市全球最高，包括上周五印尼股市的指数下跌了 1.5%， 成为全球主要股市跌幅最大的市场。那我们看到泰国就是被东丹下台的事件，来请教亮哥怎么看这个印尼还有包括泰国像这样子的一些政治纷扰？我觉得印尼应该还是因为经济不好啦，物价上涨，贫富悬殊，然后国会议员连住房津贴1个月就到3000美元，这个只是被人家当作例子来凸显，然后变成导火线了啊。那当然，那个无辜的司机被装甲车压死，也是啦。不过我跟你讲，主要啊，普拉博沃事实上他不是只有镇压华人啊，他是苏哈托的女婿啊。那苏哈托他那时候被轰下台，就是学生抗暴嘛。1997印尼那个金融危机，对不对？然后普拉博沃事实上那个时候就是镇压学生的执行者，所以这个不是针对华人哦，就无差别镇压，针对所有的反对派学生、知识分子，然后有一大堆人失踪。哦，真的哦。所以本来，因为那个印尼的民主派对他就很有意见，那这次如果不是普拉博沃到最后跟佐科威的儿子搭档，他会上吗？因为事实上是3个人在选嘛，那他们为了怕那个左翼的当选，所以他就跟佐科威的儿子搭档，结果那个佐科威儿子变成副总统啊，就印尼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统啊。那佐科威的儿子形象是不错啦，那他呢？所以民主派的人就认为他是因为政治交易选上的，然后你过去所犯下的那些暴行啊，事实上都没有经过调查。所以本来就对他很有意见，所以这次的示威有没有可能是剑指他的？当然是啊，这还用说吗？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可是对他有意见早就表现过了啦。总统大选就非常严重了。因为印尼大家都习惯用那个 Twitter 嘛，就是现在的 X 啊。印尼人是非常爱用 X 啊，那每次选举就到处都是假消息。所以我认为这次应该不遑多让了，就是一定也造成了非常多的假消息的传播，然后大概新仇旧恨都上来了啊。那就是你自己犯过那么多的事情，然后现在对贫富悬殊也没有处理，所以我认为，因为这个到处的暴动超乎想象的剧烈，对，从上个礼拜5开始，而且到处都在。也不是只有一个地方了，有很多地方，雅加达、泗水、锡江，很多地方就同时爆发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既有的政治力量也借题发挥了。那因为目前还没有看到有明显的外国势力介入，因为也有一些人说是不是故意制造个事件让你不能去9·3阅兵。可是目前并没有找到证据，目前看到的是比较多的是既有的民主派，他们趁机会以这个经济悬殊作为理由啦，然后出来抗议啊，然后要求他要取消那个国会议员的住房补贴嘛，那当然有人死亡，就造成暴动扩大的一个刺激的因素，可是我觉得本来印尼就一直这样嘛。他本来政权就不是很稳定了，所以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这个就是对军方的抗议了。可是过去30年，他这么这个镇压高压的手段，这一次看起来因为他转型的非常的成功。普拉博沃不是简单人物了，他虽然是军人啊，可是他事实上他整个崛起的过程。他其实蛮专业的 ，OK， 他好像学经济的，然后后来又变成军人，然后在这次选举结合佐科威的儿子，做了很大的形象的调整。了解，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好，印尼的反政府暴动现在越演越烈，怎么落幕？来请教大钟老师。对，因为这个普拉博沃其实他的他的家世也很特别哦。祖父当过这个央行的行长，然后父亲曾经在这个苏卡诺政府时期担任过阁员。他自己当然是军人出身啊，苏哈托女婿，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啊。那他在退伍之后，其实是从商，而且非常成功。但是他对于政治是没有断掉他的想念，所以之前失败过2次，2014年失败，2019年失败，去年胜选。而且胜选比例还蛮高，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很多人说他虽然年纪不小了，有军人背景，但是他在这个 TikTok 社群媒体所展现是一个很亲和力的一个大叔，所以胜选，而且得票率是这个将近60%，将近60%。那这一次当然是因为通常我们知道这种抗议示威都是一个导火线。你看都是特殊的事件，比如说这一次就是21岁这个外送员所以然后他们抗议的事情早就有了，在抗议刚讲这个国会有点是国会自肥，大家可能觉得说3000块美金好像还好嘛，但是呢，它可能是在雅加达基本工资的10倍，甚至是在印尼其他并不这么繁荣的省份里面20倍所以这相对剥夺感跟这个贫富悬殊的感觉很重，所以当学生示威这个社会运动人示威，然后有一位人士被碾毙之后，这个效用就是滚雪球，而且也不只是印尼。我们看到，我记得在3年前，伊朗不是有个事情，就是一个女生因为宗教警察她把她头巾啊，对，把她戴头巾问题把她弄死，马上伊朗遍地开花。是，所以这些事件后面可能还是反映出一些印尼的经济的状况可能我觉得还是经济，可能还是这种贫富的悬殊，可能基层人的这种所得跟你的生活跟富有的人有差别，再加上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议题，所以风起云涌这也给我们做很多一些怎么讲，很多的一些借鉴啦。所以这是什么？因为普拉博沃其实他才执政10个月，他还有好长的一个任期，所以这是他执政以来第一个最重要的考验。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人应该早就在中国大陆了。对，成为第23位参加上合会的元首跟国家领导人，现在是22个，就是因为国内的事情。他2个都要去。对，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最后时间交给聂周忠老师。好，我觉得任何一件严厉事件的发生，它有它原来布局的火苗火种以及后来的导火线我觉得这火苗火种非常清楚。我们在经济学这个已经特别强调要 fairness 要公平，所有事情只要一不公平就会被感受到，尤其当它被剥夺这种感受的时候。刚刚谈到那个反华事件，我曾经就想过，为什么他只对华人这样？印尼人有那么讨厌华人？没有啦，是因为你太有钱。反复，其实排华是反复，也就是说，你今天反华的时候，只要是有钱的印尼人一样会被杀。所以我要强调，是因为中国人真的是，或者过去台湾太有钱，在某个地方你剥夺他们的生活的这个经济。那么包括最前一阵子我听到“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建制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建设之后呢，也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起来。可是他们也控制了大部分的地方经济，也造成他们心情的不公平。我觉得这是火苗火种。当然，再来一个就是导火线的问题。导火线的问题很清楚嘛，就是这个年轻人21岁到前面竟然被碾压，那种情绪会被渲染的。各位回想一下，2010年12月7号有一个年轻人他叫穆罕默德，在哪里呢？在阿拉伯呢，他自焚，因为当时也是一个酝酿很久的，后来那种争取民主那种活动，就因为他自焚之后就开始延烧。茉莉花革命。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我们来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早上宣布了总统府的新人事，这一位叫做郑俊生，他过去是民进党的民调的这个负责人，现在呢，他被借调去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那郭雅慧是说，用它是可以帮助总统在国政工作上面的推动掌握民意理解我国公民及社会的所需。可是这个了解内情的人就说了这个可能是要对2026这个
包括县市首长啊，地方选举的一些所谓的初选，来做一个铺陈，包括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会采对比式民调，地方上的议员参选人就讲说，这样子会被他党灌水的几率很高哦。我们来看现在在高雄，民进党党内初选党内之争真的是抢破头。如果是让4位的参选人分别跟国民党的柯志恩配对用这样对比式的民调像是这个基层就会认为这样子如果有人30位，他的说法是30位受访者策略性表态可能来阴的人来灌水会影响民调3%上下所以他觉得这样子有点可怕是不是有人已经在担心了民调有人要操作因为现在看起来，包括在高雄这个林岱樺。在台南，我们看到的是陈亭妃，民调比较高，可是看起来都不是赖众议的人选所以是不是有一番操作？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国安人士也有一些调整跟改组，包括您看到这2位年轻人赵怡翔跟李问，他们接任国安会的副秘书长。那国安会的原秘书长徐思俭、刘德兴现在是出任咨询委员。现在呢，赖清德的国安团队非常年轻，平均年纪不到37岁3个人，赵怡翔、李问、林非凡都只有30多岁而已年轻化看起来是好事。周玉蔻也发文说给他拍拍手，会有1个月的蜜月期。可是为什么是他们呢？我们来看看，有一个独家来自于心头壳，说是美国人钦点的说美国国务院钦点人选赵怡翔过去在美国萧美琴时代在纽约在 DC 做过政治组的组长，说是美国的相关单位觉得他沟通起来很顺畅啦所以呢是信任的人脉跟美国人那转职到这个地方，美国人要的人。那吴钊燮呢，他还是稳坐国安会秘书长的位置。不要忘了他的人有牵涉到共谍案为什么他的乌纱帽还是戴得稳稳的？说是还是美国人，美国人的立场成为最关键的因素说是呢，民进党内亲美外交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吴钊燮那没有人可以取代另外是美国人认为吴钊燮比制度更重要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外部压力或者个人事件呢，共谍案已经被归类为这样子，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把它弄成把它导成不是吴钊燮的专业失职。所以现在我们台湾就是通通都由美国人操纵吗？美国人爱就可以，美国人不爱就下台吗？我们看看曹兴诚大罢免大失败之后，他不断的丢出资料说为什么他要拍零日攻击？那是因为中共有木马屠城的计谋，连绿营的内部也被大量的渗透对，好多共谍案都是在潜伏在绿营的高官的旁边。所以曹兴诚就讲了这个是我们现在最要面临的国安的问题，是这样子吗？来，先请教亮哥。对比式民调，我们一般公认那个政党要介入比较困难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理解了。因为你是跟柯志恩对比嘛，你跟柯志恩对比，那个每个人的基本的政党的支持度都会出来他可能觉得没有排蓝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因为对比另外一个叫互比嘛。对，互比就是互相比，对，就是你们之间比对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因为民进党历来都是用对比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理解不过基本上民进党高雄市民调真的是蛮接近的，因为很多人在选，4位都很接近，4位都蛮接近的，大概都是20上下所以他如果这样讲是可以理解啦，就是说如果有一群人就策略性的都讲某人那不然你可以再加别的项目比如说党员投票不过那个会很啰嗦啦，因为一个政党没有明显的独强，这种情况本来就很难选我说实在比如陈其迈就没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有许智杰如果没有退选，那有4个人在选那每个人都15以上然后每个人都没有超过25你看这个局怎么办？这个局我讲白了任何一个人出现
都不够强，都不够强啊。所以我不知道民进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可是过去不就是林岱樺独强吗？过去没有，上次就是陈其迈独强啊。上次是陈其迈、赵天麟跟管妈在比嘛。那这3个人就比其他人要强啊。对不对？而且陈其迈是非常明显，就一枝独秀。一枝独秀。对。可是这一次林岱樺出事前，他也独强啊。林岱樺也没有，也没有领先很多。哦，他是以第1名没有错。OK， 可是也没有领先很多。大概就是领先5%左右了。还不算独强。没有像陈亭妃领先林俊宪这么多了。所以陈亭妃算独强。独强是非常明显的独强啊。那其实我觉得郑俊生来用处也不大啦。因为民进党本来就有民调中心嘛。那这些人也是郑俊生带出来的啊，所以我并不认为郑俊生会特别发挥什么作用啊。他顶多只是去帮他多看一下民调的情况，那提供一些讯息，让赖清德不要做错误判断啊。可是我认为赖清德不会听任何人的意见啊，这个才是根本原因啊。我才不相信。我们举例啦。比如说，以赖清德目前的状况，当然是要防止2026崩盘嘛。所以照理讲，他这个行政院的改组很重要，对不对？除了李阳之外，有哪一个是亮点？你告诉我。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啊。主要改组的幅度很小啊。不少啊，10几个啊。可是我举例啊，比如说关税战，接下来纾困一些具体的状况会蛮严重的嘛。那龚明鑫对基层熟吗？他比较像学者型。是啊。那刘世芳还是留任啊？未来如果有水灾，你认为救灾就会变好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而且行政院长也不换。而且行政院长目前的态度，有关这个财政划分法的理解，跟地方又有很大的差距啊。那摆明了下个会期又要斗争啊。我不知道赖清德在想什么啦。他要把他的王牌留到地方选输之后再换，是不是？我跟你讲，他如果留到那个时候哈，我跟你保证啦，高雄、台南你只要输一个地方，赖清德就没了啦。民进党就会要求总统要出选了啦，绝对不是你必然连任了。问题是他手上可能没王牌啊。你要怎么样，你也要现在换啊。因为你要救的是救地方选举嘛。你如果到了明年高雄或台南输一个啦，到时候就开放总统初选了。你到时候换的人啊，搞不好是帮陈其迈的忙，或帮萧美琴的忙，甚至有人认为要拜托蔡英文回来选，就接党主席，然后同时选总统，反正都不是你啦。所以你不觉得他的政治智慧有问题吗？你应该把你的精锐在这个时候换上来啊！毕其功于1亿，2026。你现在已经快没救了你民调还在下坠而且这已经不是一个人在讲，吴子嘉、美丽岛也这样讲，游盈隆的台湾民意基金会也这样讲。昨天我又看到李鸿源也是一样的讲法，小笠原也认为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对你的民调认为到这里就止损了，好吧？我就看到还有一些民进党还认为说啊，反正现在就是退到原点，那大家要重新来比，不是吧？不是这样吧？我看是赖清德还在往下掉所以你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很强棒，说行政院长让人家耳目一新，那重要的部会比如说你还是原来那些人嘛，对啊，郭明鑫。他也有参加台美经贸谈判，是啊，他不是新人是啊，所以你也不要寄望他能够改变台美经贸谈判，对不对？交通部长陈世凯原来的嘛，内政部长刘世芳原来的，这个都是最主要的几个部门，我不知道你这个内阁凭什么要带来新的形象，完全没有啦。那你扯到赵怡翔，那扯更远了，国安会的人根本不曝光的啦，你根本不会知道他在做什么啦。所以你觉得真的是美国人指定的吗？美国人喜欢赵怡翔是事实啦，因为他比较熟
比较熟嘛。可是我跟你讲啊，现在的问题不在这儿嘛，是你认不认识 MAGA 嘛。民进党，我跟你讲，我们台湾的外交人员很多跟国会都很熟，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建制派都很熟。重点是川普团队你认不认识啊？你有没有能力打进去啦？那吴钊燮是绝对不适任的。我跟你保证啊，他就是民主党派的啦，一样嘛。徐世俭现在也还没过嘛，对啊，对不对？那简单讲就是他们都是蔡英文留下来的人。那跟 MAGA 就是不熟嘛。现在的问题在这里啊。那你到现在到底跟 MAGA 的人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你的讯息会落差这么大？包括赖清德出访，包括关税的讯息，对，很多啦。大概是这样了。好，来，接下来请聂建中老师。我想这个议题，我想对2个事情来讨论哈，就是事情人的历史啊，或者这个事件的历史都会变化。我想在这个20世纪中到现在，二战之后到现在，整个世界在变局。光讲在二战的时候呢，我们分轴心国、同盟国。这时候呢，当然这个美国介入之后的中美因素呢，当然对当时的这个轴心国啊，日本、意大利、俄国，当然对不起，意大利和德国呢，当时的一个敌对。当然后来这个拿到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胜利，然后拿了主导权。我记得啊，当然在20世纪末，也就是我小时候呢。这个美国对台湾当时我们讲第7舰队的保护也好，或等等的呢，实际上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当时的小时候的我也是非常的崇拜美国的。从某个角度讲，那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们也会选择到美国留学的主要原因。不过我要讲的是一个立场角色的问题，就是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和现在时代的美国立场有没有变化，以及角色有没有变化。那待会呢，我也想也顺便聊一下，也就是这边谈到一个共谍的问题啊。那么共谍在那个时候的共谍和现在这个时候的共谍，同样是我们对岸的共产党的这个谍报人员，那他们的立场角色有没有变化？我觉得答案是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这边要讲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台湾一直强调有没有以美论这个问题嘛。过去呢，我相信我也是一个亲美的人，因为美国的确教育制度建设，甚至西方的这种阳光沙滩，这个让我们去的时候会向往，到那边读书也会受到感觉，学到不少的东西，所以我们会到美国读书。不过现在的美国给我们感觉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的美国了，而现在的台湾呢，很奇怪，也就是过去或许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用互惠角度也好啊，也就是美国保护我们也好，那也给了台湾非常多不错啊可以想象的未来或者经济的一些基石。可是现在的美国，我觉得不是这样，是大部分时间可能是用台湾来造就他自己可能的未来。比如刚刚讲的 MAGA， 当然甚至他还有一个更可能会敌对他的一个我们的对岸。刚好台湾就是我们讲川普口中的比肩嘛，比肩理论就是要夺对岸。所以我现在讲现在这个以美论，那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坚决认为真的我们要怀疑了，因为他的所有的动作，不管是关税或者甚至想把我们台积电的头脑这个整个技术人才都想挖过去的这整个氛围，感觉到就是美国现在的整个动作让我觉得不宜不行。那么当然您讲到这个像我们现在执政党里面的非常多的重要的人像刚才我也提到那个像赵一翔等人，当然他或许经历历程都这个还不错，但是美国呢，当然会清点像这样的一个对他们比较会靠拢，也比较会听话的人就像台湾有一个机构叫 AIT， 大家都知道。过去小时候，当然我们也会想去 AIT 也去了解事情，甚至说不好听，小时候我还带我弟弟去打工。那时候的 AIT 和现在，我觉得角色有不同。现在很多时候就是台湾，它基本上已经常常在下类似，尤其在国安或者军事这边有指导棋的感觉。所以台湾的很多动向变成了被美国牵着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台湾很多人事布局，尤其在国安这方面人事布局，如果都被美国这样的一些他们为了达到他们目的而去要的人呢去安插的话，我觉得对台湾并不是有利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执政党在任人的时候呢，真的这一块应该要慎重考量。再来，我觉得比较敏感就是共谍的问题。共谍的确现在看起来深入我们这个现在执政党这个不浅了哈。那么好像每个地方都有，甚至你看到，即便任命国安的人，搞不好都会是共谍那当然这也使我想到，当时在老蒋的时代，也的确是连国防部副组长都是共谍，结果我们的反攻计划就失败。
不过我还要讲是共谍当时的共谍和现在共谍到底角色有没有差异？差异很大。很快的讲是第一次早期的共谍呢，他当时呢是当然敌对我们国民党。现在的共谍说不好听一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希望能够两岸和平。是在某个角度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台湾真正思考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站的整个国家的立场要怎么走，我觉得非常重要。来，李大中老师。对，那个赖总统国安会的布局哈，其实已经先有传闻了，所以今天的发布并不让大家很意外啊。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下，国安会还是非常重要哈，因为国安会如果按照法律的规章规定，就是副秘书长是1到3人，是比照检任14职等哈。但国安会的资委是设定是5到7人，他的任务呢就是要相助秘书长，所以今天国安会里面的人士基本上他都是跟总统很近的。包括他日常的一些工作、日常一些接触，还有一些业务的分掌等等。那用人年轻化，我觉得不是坏事。假设表现好假设国安会里面的重要的人士能够兢兢业业，能够执行他该做的事情，其实是国家之福。但是我要特别讲的地方是这样的人士到底用的好不好呢？我觉得都不用先太快锦上添花，先判断说很好，用得多棒多棒。因为过去从小英政府执政时期到赖总统，其实我觉得有种氛围就是有时候宣传做得过头，可能要让民众来判断这国安会，因为国安会任务它是咨询机构，是帮助总统去处理国家安全的大政策，国家安全就是国防、外交、两岸关系，还有一些重要事项，那当然非常重要，所以并不是说一开始说多棒有多好，要看时间来做检证。还有在心态上，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要务实，因为国安会的任务本来就相当低调。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懂了。不多久之前郑丽君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在美国还在谈的时候，当时国内是怎么宣传的？说他是非常难缠美国多敬重。对。但后来就觉得说让民众感觉是有重大误差。第一个，第二个当有这种人士的一些媒体的分析说我们的国安会的成员是美国国务院钦定，这些美国国务院已经说他否认匿名的，国务院已经说否认了，所以我们当然需要出来去以正视听，说不可能这个事，因为这个位置不同，并不是我们派到美国的这个代表，因为那要驻在国的同意，那驻在国通常美国当然希望说这个人选跟总统近一些是好的，但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安会的人事布局。当有人说是美国钦定，当然要出来反驳。第三个就是刚才亮哥特别提到，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关键。因为不管你过去的经验如何，川普 1.0 到拜登到 2.0， 川普 2.0 跟川普 1.0 用人是大大的不同。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美方特别提到说，我们没有办法接近到川普周边的重要人士跟幕僚，这才是我们目前来讲最大的危机。所以国安会我当然希望他们做得很好，就是台湾之福，但是不要过早就下定论说多棒又多棒，用时间来检验比较好。没错，尽管是这个最年轻的所谓的国安团队可是呢，其实还是要战战兢兢啊。